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我是杨医师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旅行中经常让人尴尬又痛苦的话题——腹泻。特别是在外面随团旅游的，或者是在外巡演的演艺团体的演员们和音乐家们，你们可能认为腹泻只是个小问题，但是呢，在旅游过程中它可能导致体力下降，甚至影响我们的旅行的质量和演出的效果甚至呢危害我们的健康。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将从4个维度结构的、化学的、生物的和能量精神健康呢，来为大家详细解析如何预防、判断和处理这个旅行中的腹泻问题我们还会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和科学研究呢，来给大家提供具体的指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腹泻的原因第一呢，它就是一种细菌性的感染。它最常见的病原体就像大肠杆菌沙门氏杆菌和志贺氏菌，特别是在食用未彻底加热的食物或者没有经过处理的水最容易发生。另外呢，就是病毒感染常见的病毒呢是诺若病毒、轮状病毒等等，特别是在冬季是高发。它主要是通过污染的手或者公共用具来传播。第三个呢，就是寄生虫的感染，像甲地虫或者是引孢子虫引起的这些呢主要是饮用了没有经过消毒的自然水源最后呢，可能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非感染性的因素，饮食的改变、水土不服、精神压力，或者过量的食用辛辣油腻的食物都可以导致腹泻。那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呢？首先是饮食与卫生的习惯，只饮用瓶装水或者呢烧过的开水，避免使用生水，甚至刷牙都要避免使用它。另外呢，食物呢必须要煮熟，特别是肉类、蛋类和海鲜避免吃生冷的食品和街头的小吃大家在外旅行喜欢吃街头小吃，特别要注意。另外呢，就在出发前的2周开始服用益生菌，像乳酸杆菌这些可以增强肠道的防病能力。另外呢，补充维生素 C、锌提高整体的免疫力大家现在补还来得及另外呢，就是带一些必备的药品，比如说藿香正气丸黄连素口服的这个补液的盐水以及呢少量的抗生素以防万一。另外呢，就是要加强手部的卫生，使用呢这个免洗洗手液，特别是在餐前要洗手。另外呢，要适应性饮食的调整，根据当地的气候、饮食习惯逐步调整饮食，避免呢一次性尝试太多的新食物。那么如果一旦发生腹泻了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你的腹泻是哪一种类型如果是细菌性的腹泻的话，它腹痛剧烈、脓血便，伴随着高烧。如果是病毒性的腹泻呢，大量的水样便，无血无脓，可能伴有呕吐和轻度的发热。如果是寄生虫感染呢，它通常是一个长期的腹泻腹泻当中呢可以带有油脂。如果是非感染性的腹泻的话，那粪便它是比较清晰的可能有些腹胀主要是清水样的大便。那么从西医来讲呢，我们要补充盐分或者是有电解质的水，防止脱水。第二呢，针对细菌性的腹泻呢，我们建议使用阿奇霉素对寄生虫感染呢，可以服用呢甲硝唑。这些呢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另外呢，一些止泻的药像异蒙婷它适用于什么呢？就是非感染性的腹泻。如果是感染性腹泻的话，轻易呢不要用这种止泻药。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分型的有寒湿型的，有湿热型的有脾虚型的，所以呢它们用药不一样如果是寒湿型的就用藿香正气丸或者保济丸湿热型的腹泻呢，用黄连素或者葛根清莲汤来清热化湿。那么如果是脾虚型的呢，参苓白术散健脾益气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用一些针灸针刺不方便就用艾灸、足三里、上巨虚、天枢这些穴位呢都能够调节脾胃功能。另外呢，就是饮食的调理初期呢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米汤山药粥萝卜汤等等都是要煮熟的吃。那么对于我们演艺团体的人呢，我们要特别的要注意我给大家举一些案例
某个舞蹈团呢，他在白欧巡演的时候呢，因为天气寒冷，进食呢街头小吃，2个演员呢就出现了腹泻和发冷。这时候呢，服用了藿香正气水针刺足三里很快就恢复了。还有一位音乐家在东南亚饮用了这个未煮熟的这个水，那么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和水样便。这时候呢，吃了一些阿奇霉素和口服的补盐液，再配合清淡的饮食呢，2天以后呢，症状就会缓解。还有某个歌剧团，他们因为在巡演的时候呢，有5个成员吃了当地非常辛辣的食物，然后就出现了腹泻。这个时候呢，用的是生灵白术散停止进食辛辣的食物1天以后呢，也就改善了。所以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最好呢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那么我们从思维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结构上要保护腹部保暖，避免过度疲劳，保证有足够的休息和睡眠。另外呢，从化学维度上来讲呢，我们要调节饮食，适量的补充益生菌、维生素和矿物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抗生素或者中药。那么从生物能量的角度来说呢，肠胃的功能呢，受我们的情绪影响很大，所以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另外可以通过针灸、穴位按摩来改善我们胃肠的气机的运行平衡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最后呢，就是在精神和心理层面呢，一定要保持愉快的心情，通过打坐冥想缓解巡演当中的压力避免因为精神紧张诱发的胃肠功能紊乱。我们这些建议也是有一些研究作为支持的。比如说有一个研究发现黄连素它对细菌性的腹泻呢也是有显著疗效的，而且呢副作用低还有一个呢，在这个药理学前沿杂志上发现呢黄连素跟其他抗生素联合使用的时候呢，能够减少赖药菌株。另外呢，针对针灸治疗腹泻的研究呢，那么2018年的这个传统中医研究杂志上也有发现了针刺足三里和天枢穴呢，可以明显缓解急性腹泻的症状。总而言之吧，我们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旅行之前呢或者旅行过程当中呢，做好预防那么对旅行当中出现的腹泻的原因、预防的措施和应对的策略呢，都要比较清楚。特别是在外巡演的朋友身体的健康呢至关重要预防呢是关键科学的处理呢也是保障。大家保持精神上的正念及时的冥想打坐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体验和高见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呢对亲朋好友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大家转发、点赞和订阅。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